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我们的台大医院骨科 R1 医师刘先生，嗨，然后参与访谈。嗨，我是台大骨科R1刘医师。刘医师现在水深火热，水深火热，每天的愿望都是好好睡觉，好好睡觉，没错，好好吃饭，大概是这样。对，那你是哪里人？什么星座？血型？这么多，我是台南人，台南一中毕业，双鱼座，然后血型 O 型，现在医学生就是6年结束之后当了2年 PGY， 也是在台大医院，之后 gap 1年，当6个月替代役，现在正式就R1工作。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要读医学系？家里爸爸是相关的医疗工作，哦，对，然后又是在南部常就接受到就是读医生不错这件事情，他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，然后就误打误撞，成绩还算 OK 就进入医学系。哦，对，然后后来一段也是就慢慢读，那大家好像都很有方向，我自己是慢慢摸索，但后来发现蛮有兴趣的，就读到最后也算是有点心得，还不错，救人还是有它的有趣之处。有趣之处。就是你进去医学系以后，那你是如何选？就是对哪一科比较有兴趣啊？如何摸索？我们课就是有点循序渐进的味道，我们就6年了，然后第1年当然就是读一些通识课程，跟大家一样的英文、国文、普生、普物、普化这些啊。大2之后就会有一些比较医学相关的东西，就有一些课会在我们医学院去上，慢慢的就开始接触，但一开始很基础啊，就可能生化啊，之后就是慢慢进入临床，然后学一些临床的东西，然后之后还有大体解剖这些，慢慢的大家应该就会运气好的话就找到自己的兴趣。然后我自己是大体解剖课的时候觉得很不错，然后我自己也算是蛮擅长，就是解剖啊这种 dissection 或者是 suture 这些，然后就觉得立体空间观念这人的器官在什么部位也蛮擅长，后来就决定要走外科系这个工作。对，然后但外科系也还分蛮多的，包含就是当然常见的一般外科，就是开内视镜啊、胆结石这些，或是我们说 hernia 啊，或是 appendicitis 那种盲肠炎这些啊，其他像到心脏外科、胸腔外科、开肺癌这些，其实都还蛮多的。另外还有一些小的外科，我们叫小外科，小外科包含骨科、耳鼻喉科、眼科。眼科？对，眼科也算小外科，其实他们基本上在医院也是开刀。哦，然后还有泌尿科这些，然后其实就是相关的疾病都不太一样，大家也都照自己的兴趣去选这样。那骨科的话，就大家常见的就是一些 trauma 的刀，就是骨折去开刀，但事实上骨科也是有开一些脊椎，然后一些肌肉的问题 tendon rupture， 包含 Achilles tendon 或者是这膝盖什么 meniscus 换膝盖、换髋关节、换膝关节都是骨科，甚至到一些骨肿瘤或是其他肿瘤转移也都是骨科。其实东西蛮多的，然后比较大刀阔斧一点，就是自己觉得真的蛮帅的。另外当然也是要考虑到后路啊，骨科其实在医院开刀是一个方式，然后也是有办法到最后如果老了开不动刀，还是可以去诊所工作，所以其实是算是蛮有后路的一个工作，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你进可攻退可守，你想开刀都可以开刀，你想要去诊所打针或者是单纯看诊可以开止痛药，其实也都 OK 这样子。毕竟开刀还是一件蛮累人的事情，有时候就算有兴趣，体力撑不撑住也是一件事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事情之前要考虑比较多一些。那你讲一下你一天的 day in the life， 从早到晚大概是如何？我们其实台大骨科原本早上都会有晨会，就是在疫情开始之前。现在的话是因为疫情嘛，所以晨会就变成线上的方式，是稍微轻松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8点到医院，然后就一路开刀。R1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一路开刀刀结束，大家都走了，R1基本上就可以走，大概平均大概是6点多，晚上6点就可以回病房开始接病人。接病人的话，就是看隔天你负责的 team 的主治医师进几个病人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可能会接到，就看自己的速度，通常可能接到7、8点，如果病人多的话，可能接到8、9点。对，然后如果之后就是这次基本上要打 note， 每一个的 mission 就是要打住院病历，就是看这个是要你在医院打还是回家打。如果在医院，可能就是忙到8、9点，甚至10点回家。
那如果回家就是你可以先休息一下，之后再慢慢处理这样。但整体工时都还是蛮长，基本上都从早上8点，保守到晚上8点。之后还有一些事情要做，包含打兵役，然后我们晨会一个月平均大概也是1到2次要报晨会。对，那最近的话，因为学会又快要开始，又要再做成绩的东西，那偶尔还是一堆课程要上，医院的要求的课程要上。然后我们的工作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是台大医院的骨科是1到6都要上到，所以就是基本行程就是1周工作6天，然后有时候对，然后再加值班，所以有时候1周连上7天的班，常常。然后1周连上7天，然后每天从早上8点上到晚上8、9点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吃饭休息？刀跟刀之间自己找时间吃饭，基本上5分钟以内没结束的话就会被扣回来。5分钟没结束，然后他就会叫我说：“这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时间了。吃太久了。”麻醉科麻完病我们就要上刀了，所以我们 prepare 完这台刀需要的东西之后，自己找时间吃饭。可5分钟没吃饱，可以跟他讲说再等我2分钟。主治医师来也没有办法叫他，所以你就必须要摸屁股回来。那他们有时间吃饭吗？主治医师看每个人的习惯，有的人在上一台刀关伤口的时候就会自己先出去休息。所以其实关伤口通常你是要半小时到1个小时，然后再加上麻醉结束，然后病人推进来跟时间配，所以中间可能有1到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休息。但阿万身为第一阶的劳工，就基本上什么杂事都要自己来，所以会从这台刀跟到最后送病人出去，回来prepare 完之后，麻醉科还在忙的时候出去吃饭。麻醉科忙完就要回来继续开上刀，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事。所以现在就是现在没有时间吃饭，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，但是在过几年后，不用在下面其实只要就可以有时间吃升到饭。R3之后，同一台刀如果有学弟在，就会轻松很多，因为学弟基本上就要负责这些事情。R1最苦，R1最苦，倒吃甘蔗，希望是这样。所以现在看到你是最苦的时候。对，就是每天就只想要睡觉，就只想要睡觉。那对于想要考虑要不要读医学系的，或是已经在读医学系，在考虑要不要走骨科的人，有什么忠言？可能在20年前，医学系觉得是一个很多人的 priority， 或是更早了。那时候的医疗行业其实真的是蛮赞的，赚的钱多轻松，大家都觉得你是神，因为你就是基本上就是救他一命，大家都觉得你是神。但现在医疗科技发达，大家的手机也都可以查，这样，所以其实很多民众其实医疗知识都慢慢越来越好，这样，甚至现在 AI 都可以回答大部分医生可以回答的问题。你说问 ChatGPT 说，就是我是什么毛病？How to treat meniscus tear， 他就可能就可以给你一大堆解答。真的假的？可能比正常人都。你有试过吗？我没有试过，但我可以想象，一定是可以不错。而且很多东西，甚至他讲出来的，我们医院可能都还没有引进这些科技。有时候外国有，台湾可能还没有，所以这条路没有像以前那么深这样子。对，但外科医师能做的很多事情，其实目前 AI 没有办法做的，就是你真的动刀去确定这件事情，人家愿意让你去做这件事情，还是一个蛮神圣的事情。就是你基本上你动刀就是伤害别人，为什么人家愿意让你去砍你？这基本上就是要先同意书。我同意让你砍我的意思。就是你先同意书，让你在你身上划刀。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只有医生能够做到的事情，这样子。这件事情要被 AI 取代，应该还要蛮长一段时间。对，毕竟而且 AI 如果出错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负责，这是要Google 负责，Microsoft 负责，不可能。所以外科医师要被取代，应该还是蛮难的。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也都有很多医学常识，但外科医师再撑个几十年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我就是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就还是可以很难医学，但蛮辛苦的，也需要念的书比大部分人都还要多蛮多的。对，但医生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，收入也算还可以接受，但没有办法大富大贵。但赚这些辛苦钱就还是活得下去，反正也没什么时间花钱，没有什么时间花钱。对，然后就是可以这样，算是有成就感的生活啦。而且救人做起来也是蛮开心的事情。但我可以想象，在高中要选科的时候，很少人会知道自己就是对医学很有兴趣。对，这件事其实是蛮困难的，很难。大部分的
医学院应该都还是有医学院这些东西，这可能是少数能够接触这个行业的方式，或者是对吧？仅次于家里父母是医生这件事。所以其实还不会可以看你的影片，看此影片 ，reach out 你的 Instagram。对，但是也没有办法代表大多数的立场。你没有，你代替你自己就是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的。对，我有蛮多朋友也是读完其他科系，读完之后要重考医学系，所以医学系在这个时代，至少在台湾的工作环境上，算是还不错，所以就是有兴趣可以来。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在工作之外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。就是工作很苦，但至少你有自己的兴趣撑着，或者是你对工作有兴趣是一件事情，那另外就是要其他的兴趣。这好像各行各业都很受用，对，就是你的职业不是你的人生，但当你的工作很累很累的时候，你的兴趣会更重要。你需要一个疏解的方式。疏解的方式，那如何疏解？然后其实好像也蛮废的，就是我去拍照，好，拍照，出去走走，然后吃好吃的东西，然后躺床看 Netflix 跟 YouTube。那这个兴趣不错啊，可以发展一下。看 NBA 还来睡觉。NBA 还来睡觉，好，你下次可以提供我一个片段的你自己录自己看 NBA 看到睡觉。NBA 还在睡觉，超好睡。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是有相同的睡觉的方式？我自己晚上失眠的时候可以试试看。我自己每天下班回家看 NBA 还来就基本上80%都会睡着。看其他YouTube影片不会在 NBA 还来就会睡着。晚上值班有时候不好睡的时候，因为值班你要抓时间睡觉。刀跟刀之间，你有时候会觉得，其实你会没有办法预测下一台刀什么时候交到，这时候你有时候会比较焦虑，比较不好睡。我有时候还是会看 NBA highlight 就可以顺利睡着，好有用，推荐给大家。好用，好，这是一个最后的小 tip。对，好，那谢谢你今天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希望当你以后睡比较饱。谢谢你，今天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